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因为上一集的内容比较长，所以我就分成2集了。今天这一集会分享一些新的美白产品哦，大家一定要看下去。如果上一集没有看的朋友们呢，可以先看完，然后再接着看这一集哦。好，那么赶快开始今天的内容哦。好，面膜敷完之后有比较亮白哦。接下来会做一般的日常保养，顺便也介绍一些新的产品。影片开始的时候有用这个1025的独岛玻尿酸保湿喷雾，这是 Runlab 的产品啊，它的成分非常的单纯，只有26种而已。主要的成分添加了海水、B5 多种的玻尿酸成分、甜菜碱、尿囊素、小球藻提取物、维他命 E 等等的保养成分。它是没有人工香精、酒精、精油、PEG 添加，保湿度真的还蛮不错，而且它的喷雾是可以非常的分散，不会很集中。很舒服耶，这种天气皮肤很干或者是很热的时候，喷一下真的很舒服耶。它的喷雾是很细致的，有保湿度，但是又很清爽。如果你带妆的去喷也 OK 哦，它不会越喷越干。有一些喷雾是越喷越干的，这瓶是有玻尿酸的成分，有一些保养成分，喷完之后它不会带走你皮肤的水分，反而是增加你皮肤的水分，是可以当成化妆水的。它的成分是很单纯的，很简单，玻尿酸而已，所以是适合青少年使用的。青春期的朋友们也可以用它来保湿，当成化妆水使用。好，接下来呢，我要涂美白精华，这个日常使用是可以的，而且用量不要太多，用一点点就好了。因为它的浓度比较高，有20% 的纯维他命 C 的成分，而且它有添加1% 的维他命 C 的衍生物，整体成分是很不错，也很单纯。但是20% 比较高浓度，所以也是多少会有一点刺激度。油比较温和，但是不代表它很温和啊，可以偶尔配合你的保养程序使用。皮肤耐受度比较高的时候，可以连续2-3天用它，然后停几天，或者是隔天用一次，这是我建议的使用方式哦。针对敏感肌，平常我会用 Clears 的这一款维他命 C 衍生物10% 的精华去薄擦整脸，化妆水之后第一道试用它，因为通常美白成分的，尤其维他命 C 最好是第一道，前面不要叠擦太多东西。如果你前面有一层东西，然后再叠擦这种维他命 C 的成分，它会比较容易泛黄，没办法完全吸进去，所以我会建议尽量是第一道。但是如果你皮肤比较脆弱、比较敏感，那你也可以薄擦神经酰胺的精华，一些玻尿酸保湿的精华，薄擦哦，不要用太多，薄薄的先涂一层，然后再上维他命 C 的精华。这一款维他命 C 我觉得它蛮温和，所以也很适合第一道就使用，化妆水之后就直接使用它。这维他命 C 精华我介绍很多次，我想要介绍新的产品呢，就是前段时间买的，用了1/3左右，这个是 BePlain 的新产品，西瓜维他命 C 精华，它是添加了纯维他命 C 的成分，但是比较低的浓度啊。它一开始是用2层的绿色跟红色，用的时候要先摇均匀，它有一点点油的成分在里面哦，可是它很清爽，质地非常的清爽。2款之间我觉得清爽度差不多，应该是 Clear 再清爽一点，它的肤感，这2款的肤感都蛮不错的，算是比较清爽。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流动性比较强，很舒服，很舒适。其实抹开使用感受不会有油腻的感觉，蛮水的，很清爽，很舒服，但是又有一定的保湿度。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没有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添加。这个精华总成分大概有30种，主要成分添加了烟酰胺2% 的乙基抗坏血酸醚，也添加了纯维他命 C 的成分，但是浓度比较低的。另外有添加甘草酸2钾、西瓜萃取物、多种的植物提取物、谷胱甘肽、咖啡因、B5、尿囊素、玻尿酸钠等等的有效成分。我觉得它的成分是不错的，维他命 C 的精华来说，它算是温和。我一直以为它是有添加2% 的纯维他命 C 的成分，其实它是添加了2% 的维他命 C 的衍生物啊。乙基抗坏血酸醚是维他命 C 的衍生物的一种，因为它也有添加一些舒缓成分，所以它整体的使用感受不会太刺激，而且它的保湿效果还不错，很舒服又很清爽。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它的使用感呢，还是会比 Clears这款刺激一点点，2款都蛮温和的，
只是2个比较起来了 ，Clears 比较温和一点但是 Clears 这款呢是添加10% 的乙基抗坏血酸维他命 C 的衍生物，它是有添加10%的。理英这款它会比较刺激，但是我上脸的感觉它会比较温和，始终它们2个都是有一定浓度的维他命 C 的成分，所以在你皮肤比较脆弱，你使用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刺痛的感觉，那是正常的，不会引发敏感很激烈的过敏状况。我觉得平常用它们来代替纯维他命 C 的产品呢，有达到一定的效果，也比较温和。如果敏感肌想要用这种针对性的成分维他命 C， 你就可以选这一种高浓度的维他命 C 的衍生物，或者是低浓度的维他命 C 成分的这一种的配方啊，就很适合我们了。皮肤吸收完呢，超级的舒服形成一个保湿膜，现在皮肤我觉得很清爽现在呢，我用了维他命 C 精华，接下来会用烟酰胺跟传明酸的成分上一次我不是有分享这款 Layer Lab 的美白精华，它的成分真的很绝，所有层面的美白成分它都有添加，效果很好，而且超级温和，一点刺激感都没有就算皮肤敏感中擦完视黄醇的产品用它都不会有刺激感。但是因为它价格比较高一点，现在我问过代购也要1000出头的价格，可能对于某一些观众我觉得还是偏高。那有没有什么平替？当然是有，可是质地是不一样。目前觉得质地各方面成分配合都跟它一样的没有，可能要分开的去搭配，它的质地比较不会那么的油腻，不会那么闷皮肤，但它也是有保湿度。那今天呢，我想要分享一个成分跟它有点类似，但是不是完全相似，它可能少了一些维他命 C 的成分，就是这一款这个品牌是前段时间发掘到的，算是宝藏的品牌吧。他们出的产品都蛮温和，成分很单纯的。我觉得他们的产品都添加蛮高浓度的玻尿酸的成分，所以用起来保湿度会比较高。烟酰胺加传明酸高浓度成分的美白精华，也有买它的多种 peptide 的精华。这款它的主要成分就跟 Layer Lab 很相似了。还有 Annual 红色瓶子那一款，其实它的主要成分效果跟 Layer Lab 是最接近，但是 Annual那一款的质地太滋润了，这种天气用会闷痘，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多种的植物油脂。Layer Lab 这款就不会有植物油脂添加，所以相对比较清爽一点，就使用给你们看。这款它的精华，我觉得它还是偏滋润一点，它比 Layer Lab 更滋润，可是它成分好还是可以先介绍给你们。现在我皮肤比较稀疏，所以可以用这款。大家看到它有一点粘性，就是玻尿酸的感觉。用在皮肤上的感觉也很玻尿酸，非常像一般市面上用到的玻尿酸精华的质地可是非常的舒服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感用完视黄醇之后用它也不会有刺激感很适合偏干的敏感肌使用。它里面添加了5% 的传明酸以及5% 的烟酰胺的成分，还有添加多种的玻尿酸成分。一边用一边讲它的成分这个精华总成分只有15种而已，主要成分添加了芦荟叶萃取是它的成分列表的第一个第二个成分是5% 的传明酸，第三个成分是5% 的烟酰胺，另外有添加甜菜碱、玻尿酸钠、尿囊素以及一些植物的提取物。成分里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大家看到我用在脸上是蛮滋润的，非常有存在感，是蛮黏的。大家看到的，你现在已经完全吸收完了，已经变得比较舒适，但是你看。就是这么黏，所以它真的只能适合偏干肌肤使用或者是像我用完视黄醇，皮肤更新后了，现在这个状态用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平常使用可能会容易闷出一些痘它蛮保湿的，这个就是它的缺点。成分很好，很简单，有效成分浓度也高。它跟 Layer Lab 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大不同呢是它没有添加维他命 C 的衍生物，那其他成分我觉得都可以取代，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芦荟的萃取，还有一些玻尿酸成分都是可以帮助舒缓的，所以它的舒缓效果也是不错，舒缓保湿都很好。但是以效果来说 Layer Lab 这款会比较有感，比较有效，因为它多添加维他命 C 的成分呢，效果就不一样会更深层一点，更全面一些，对于美白的层面是有不同的。但是
我前面不是有上维他命 C 的衍生物吗？维他命 C 的精华之后再叠加这个，就可以弥补 Layer Lab 这一瓶了，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去使用它们呢。另外还有一瓶精华，它的成分也是类似的，但是我就略带过，不会详细说，之后我会详细分享。就是这一款 Derma Factory 的传明酸加烟酰胺高浓度的精华，它的主要成分添加了10% 的烟酰胺以及3% 的传明酸的成分，也是类似的成分，也有一定的保湿度。我觉得它的保湿度还是偏高一点点，可是它相比这一款啊，它会清爽一些，但是两款都是偏保湿一点，油皮应该不行的。Derma Factory 这一款精华总成分大概有25种，也是偏少的。主要成分添加10% 烟酰胺，还有3% 传明酸，以及61.3% 的维生素果萃取，这个成分排到成分列表的第一个哦。而且它有添加1% 的乙基康坏血酸醚，就是维他命 C 的衍生物，还有1% 的谷胱甘肽，另外有添加玻尿酸、多种的植物提取物等等的。如果要说 Layer Lab 的平替，应该是 Derma Factory 这一款了，因为它里面也有添加维他命 C 的衍生物，只是它添加的量只有1%，Layer Lab 是添加3% 的不同的维他命 C 的衍生物，但是它的整体成分也很不错。第一个成分有添加60% 以上的维生素果实提取物，这个也是帮助美白、帮助舒缓敏感的，是一个很强抗氧化的果实的成分。这款还是不错，肤感还是可以的。在精油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已经用完，我有买2瓶，所以之后还是会分享。嘿，有了，大家看一下，它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带有一点橘黄色。因为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PEG， 但是会闻到维生素果实的味道。Derma Factory 应该很容易买到，在虾皮打它的品牌，很多家都有在卖，我会提供相关的资讯给你们的。我是在虾皮购买的，它还有出面霜跟面膜，我比较推荐的是它精华。它的面霜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面霜是有添加6% 的传明酸，因为有添加香精，所以就不推荐敏感肌使用了。但是如果不是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因为还不错成分。另外它的面膜也是有添加香精，所以我就没有推荐。精华用完之后已经蛮保湿了，眼霜我是用旧的产品，就不多介绍了，快速的带过。Sigmund 的胶原蛋白多肽的眼精华，这感觉又快用完了。之后也用同个品牌 Sigmund 的表皮生长因子的眼霜。面霜我平常习惯涂马自亚麻松山油脂的大豆神经酰胺面霜，现在呢我想要用新的产品，其实也不是新的产品，曾经分享过，2-3年前分享过，我又买回来试用哦。包装我是买了这个用挤压式比较方便，之前是用挖的方式 ，Mary and May 的爱地本的莓果抗老面霜，它里面含有高浓度多种的莓果的成分，以及爱地本类似 CoQ10 的成分，是可以帮助抗老、改善皮肤的弹性。另外这款面霜有添加5种的神经酰胺，还有它是纯素配方，我觉得整体使用感受还是不错的。它是偏滋润一点的质地哦，给大家看一下，感觉有一点像凝胶感，它是有凝胶感的那种水润感，可是它又蛮滋润的，不会跟底妆打架，不会搓泥。那这款也蛮适合当成晚霜去使用。它的滋润度很高，不太适合偏有肌肤用的。这款面霜总成分大概有44种，主要成分添加了21% 的黑莓果实提取物，还有21% 的蓝莓果实提取物，还有21% 的巴西莓果实提取物，还有添加烟酰胺、B5、500 ppm 的爱地本、腺苷、多种的玻尿酸的成分，以及5种的神经酰胺的成分，还有植物鞘氨醇、胆固醇。植物鞘氨醇就是神经酰胺的衍生物，它可以帮你皮肤制造更多的神经酰胺。胆固醇配合神经酰胺加植物鞘氨醇，这些成分加在一起都是可以更有效的增强皮肤的修复效果。它整体成分还是不错的，而且它最主要的成分有添加63% 的莓果类的成分，莓果类也是可以
抗氧化、美白、帮助抗老。这个面霜我觉得还是很推荐，它是没有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PG 添加，没有任何的香味，只是它的滋润度比较高，一定要是干皮才会适合使用，混合性偏干的肌肤也可以。我通常是晚上的时候用，我觉得超级滋润，有点太润了。平常白天我很少会这样子涂，因为等一下我还要涂防晒，你就当做是晚间的保养吧。主要是今天想要介绍一些新的产品，可以一边用一边介绍嘛，不代表我平常每天在用这些啊，我是根据自己肤况去选择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同类型成分的，但是不同质地的产品，看情况去配合使用。现在那个皮肤都超级滋润，我就不擦防晒给你们看。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响铃铛。我们下次见吧，拜拜。